放心，在陪护这个岗位上，姐可是专业的。那你还挺努力的嘛。不然怎么办？我妈去世了，我爸又失踪了，我要是再不努力的话，怎么养活自己？你之前也是给别人这样上药的吗？当然不是了，我接老人的活比较多，比如推轮椅、晒太阳、陪聊。有些老人啊比较孤单，走的时候我还提供哭丧服务，俗称孝心外包。啊？你说你还提供哭丧服务？你这么激动，不会是也需要吧？怎么会那么巧？那个女人当初也是被花钱请来哭丧的，难道1年前你是不是在西郊灵堂给一个老人哭过丧？1年前给老人哭丧，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接了20个代哭的单子，还不小心搞砸了2单。他不会是来兴师问罪找我要赔偿的吧？不行，再贴钱进去我就要喝西北风了。也怎么可能？我之前都是去东郊灵堂的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我们老实人从来都不撒谎的。你们老实人的手投放这里吗？对不起。爷爷，是孙儿来迟。这就是他孙子，今天这场哭戏接的，给我隐形眼镜都哭掉了，看不清楚啊。如果当初知道您病得这么重，我一定如你所愿，找一个你满意的孙媳妇。只可惜，这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。来得及，完全来得及。你用结婚证去抢救爷爷，结婚证。喂，醒！出事了！爷爷，你没死。我到鬼门关绕了一圈，心口窝堵得慌。你可真是个好孩子，爷爷就用1万块钱请你来哭丧，结果你哭的比死了亲爷爷还惨。你要是当我孙媳妇儿，那爷爷就是死了也能瞑目啊！我公司还有事。我的天儿啊！我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还没抱上重孙子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？哭，使劲哭，哭完了送我上火葬场。就他了。你找我干啥放开？该死，眼睛好难受啊！爷爷，我答应你，结婚尽孝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你认识他？谁对我来说不都一样？也对，结婚就行，反正脸盲症看谁都一样。快准备，不能让他反悔。
去民政局。放开我！我只收了1万块钱，让我当假孙女可以，当孙媳妇我可不干。100万，和我结婚。喂，100万就想让我给你当牛做马？你100万只是定金，1年后我们离婚，到时候赔偿你5个亿。老公，咱们赶紧进去吧，别让爷爷等着急了啊！这一篇，跟着我。这男人也太傲了吧，都不正眼看人的。哎，你们这是第一天认识啊？两个人亲密一点。哎，近一点儿。对，近一点。好，3、2、1。有请新郎入场。我依稀记得我的老公是2条腿的人，怎么转眼功夫就变成了小八嘎？少爷刚逃婚了，说要1年后再回国。什么？逃婚？还有这种好事？提前收工。我孙媳妇都气跑了。王管家，立刻准备烧礼。是。到底把房产证藏哪儿去了？哎呀，妈，今天再找不到房产证，在外面耍钱输了100多万，在火幕上我真的会被打死的。哎呀，弟，你就放心吧，咱妈可是他舅妈，夏宁熙亲妈死，他爸也失踪了10年。要不是咱妈拉着他长大，他死哪都不知道。这房子就该是你。对。忙活了半天，莫名其妙结了个婚，还带了一只狗回来。太离谱了！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个死丫头，你还知道回来啊？表弟他欠了赌债，今天差点被人打死。赶紧的，把你房产证给我找出来，替我儿子去还债。愣着干什么呀？耀华可是你表弟，也是我们夏家唯一带把的后代，夏家的一切都该是他，包括这套房子也应该是他的。我的，这样跟你说我。是我平时把你们养得太饱了吧？大家提升头不长脑，多长脸皮了是吧？完蛋，给我上！有人报警说你带狗滋事。不是，是他要抢我房子。你个贱人！我现场已经发现作案人员，还有狗源，把这2人1狗统统带走。不是，没狗养也会说吗？我不能进的。妈，你说，要是警察知道是我弟弟自己赌的怎么办？您就是夏小姐吧？这是老爷为您准备的1万好礼，等1年后尉迟少爷归国，尉迟家族将斥资100亿，再为你们2人举办一场盛世婚礼。尉迟，金海首富，这些都是给我。只是夏宁熙也姓夏，你说不可能，那金平生来就是次。金妈死，他自以为能守住这部房子，才能10足10年的乞丐贴身护着。
等你坐稳了总裁夫人的位置，我有的是再让她滚出境看。没错，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少夫人。少夫人好。你说，他们要是不认我怎么办？放心，既然他们都不知道真正的少夫人是谁，那我就去帮你把这个位置坐实了。不过，你还是要把夏明写这个贱蹄子给盯紧点，别让他出来碍我们的好事。总裁，结婚当天就丢下那个出国，少夫人她……你要是心疼她的话，不如你去陪她。不，老爷子刚刚传话说你小舅子国资室被抓进去了，想让你过去捞人，顺便再跟少夫人好好处理一下事情。这种社会败类，让她出来做什么？好好在里面改造吧。小八嘎，你说谢耀华是不是得罪谁了呀？明明被批评几句就能被放出来了，怎么就被关进去了呢？算，不想。我现在应该想的是，1个亿，姐姐来了，庆祝一下。差点忘了，今天是我和我那个便宜老公离婚的大好日子。小白嘎，咱们的苦日子终于熬到头了。1年之约已到，我在民政局等便宜老公。他怎么还没来啊？我也放我鸽子。总裁，您真要离婚？结婚证呢？拿到了没有？想离婚，下辈子吧。这是送我孙媳妇的手链，记得给她哦。这就是你给我找来的结婚证？属下办事不力，老爷子只给了这个。哪来的狗？对不起，我家老公给你添麻烦了。老公？不是，这女人怎么这么眼熟？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她？你要是喜欢，送你了。真的吗？谢谢你啊。我家小狗给老板添麻烦了，我这就带它走。谢谢。老公没来，天降横财来了。他到了吗？什么？印京集团要拆我房子？老板，你能不能送我去君兰雅苑呀？我这实在打不着车，10万火急。下去。君兰雅苑，这不是少夫人曾经住的小区吗？李特助，这位小姐，请你立刻下车！你带狗滋事，弄脏了我们的车，而且现在它严重威胁到我们人身安全，再不下车，我就报警了。
如果房子没了，我爸就再也找不到家了。我还在乎你报不报什么警？对不住了，老公。我知道你一定有选择，但是我不怪你。只要你不跟我离婚，我一定会帮帮大家给姐姐凑月子的。求你了，老公。这什么狗东西啊！婚内出轨就算了，竟然还让老婆跟小三伺候坐月子，今日非要替天行道，包光这个渣男不可！抵得住，开车！别跑！上车！对不起啊，我会给你车费的。2.8块，世间怎么会有余额不足这种人间疾苦啊？那个，要不再等等，等我要到钱，我直接给你1000块。我看起来像是很缺钱的人吗？谢谢啊，你放心，钱我一定会给你的。我可是我们村最贤良淑德、品行端正的女人，说话向来算话的。这个狗东西，他越是让老婆带队，了不起啊！他要是敢强拆的话，我一定让他玉玺丧偶，谁敢谁？丧偶？我平时不是这样的，小哥哥。那个，前面靠边停一下，谢谢哦。谢谢啊。这又哭又闹的样子，怎么和1年前那个女人这么像？小白菜，哎呀，算了，还是先处理家里的事吧。你记得自己回家。要罚！你们3个孩子可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你明明知道这房子是宁熙的命，这要是没了，这孩子可真成了没有家的孤儿了。看清楚了，老子现在代表的可是燕京集团。今天这事，老子拆定了，老子就算是盖公司，也不会留给他1块好地儿。拆！气死我了！好多人啊，这么大的车！加油，夏宁熙！就这胆量，还敢说让我丧偶？你害老子在里面蹲了1年，你他妈有脸来见我呀！哈！我要是不来，怎么知道你死还是没死啊？红姐，嘴又臭了啊！你知不知道，我姐现在可是首富家的总裁夫人？她就是和我领证的那个女人，奇怪，怎么和我印象中有点不太一样？怕了吧？老子现在是尉迟燕的小舅子，你要是现在跪下磕头求饶，说不定我还能饶你一条狗命。好，这狗怎么下跪我不知道，要不你给我示范一下？哎，你鬼叫什么啊？你这个房子的合同我已经签了，拆迁合同打给你了，你现在是收了钱不想认账啊？啊！
来是想坐地起价呀。这女的我知道，只要给她钱了，什么都愿意做。估计就是骨子里贱，她亲妈都被她给气死了，还有她爸也不认她，10年都没回来。你说的没错，只要钱给够，让我去你们家哭丧送终也不是不可以。行了行了，还有你，随便拿一份阿猫阿狗签署的文件就想拆我的房子，那我是不是你一份股权合同转让书？这燕京集团所有的财产就是我的了。我老公的财产也是你能想想的。那我爸留给我的房子，那夏月华凭什么抢啊？因为老子是家家武艺的男人，这套房还有你那死妈的遗产都他妈该是我的。我的！现在呢？你敢动我老太太的口？现在大家都是女人了，她也就没有脸抢我的房子了吧？我敢拽我的命根子，老子干死你！你怎么来了？我刚好路过，听到有狗在叫，过来看看，顺便问你要个打车费。你他妈谁呀？你他妈是老子的谁吗？一个盗窃他人巨额拆迁款的诈骗犯，人都马上进去了，我有必要知道你是什么东西吗？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我姐是周府夫人，我是尉迟燕的小舅子。怕了？这怕了啊！哎，我操！你安居监护，别给人出头是吧？老子踹废了你赔500万！废了吗？我看你不是站得好好的吗？不是我这我。好了，现在可以问我要钱了。你刚才那一下可比我狠多了，他这一下还是再也用不了了吧？姐，给姐夫打电话，打电话！你是要看死他们！这1年联系我的只有王管家，这么多年，尉迟燕都不肯公开露面，我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，怎么可能会有他的电话？别怕，搞得谁没有个有钱老公似的，不就是500万吗？我现在就给我老公打电话，让他给我撑腰，反正他欠我1个亿，就让他打点钱救救急。她的老公不会是……这是老爷为您准备的亿万好礼，等1年后尉迟少爷归国，尉迟家族将斥资100亿，再为你们2人举办一场盛世婚礼。臭小子，你还知道接电话呀？我告诉你啊，把明天的时间腾出来，领着你老婆去参加慈善拍卖会，你要和她好好的培养感情。爷爷，我不想把时间花在这些没有关系的人身上。这周我会和他离婚。你敢？夏夏哪儿不好啊？啊？爷爷，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过几天带回去见你。什么？夏夏那么好，你还敢出轨？臭小子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敢让那个小狐狸精进门，我就把燕京集团的所有股份都送给我孙子媳妇儿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气死我了！离婚放我鸽子，还不接电话，会真的想给我那1个亿吧？不可能！如果夏宁熙的老公真的是尉迟燕，他怎么可能不认识？肯定是假的。哎呦，姐姐，你这电话打这么半天都没打通，
该不会你这个有钱老公穷的连话费都交不起吧？哈哈哈！这种女人还能有老公？怕不是给人做小三儿了。晚上的生意，白天自然找不着金主。那妹妹的老公是海城首富，也不是做晚上生意的呀。这手机在手里捏了那么半天，我也没打出去。我老公他日理万机，他根本就不能处理你这种。到底是没空啊，还是你根本就不知道尉迟燕的电话？哎呀，你不会是打着尉迟燕的旗子，在这招摇撞骗的吧？难道和我结婚的那个女人不是她？我当然有我老公的电话了，只不过除你这种垃圾，根本就用不着他说话。啊操！你就仗着这破房子处处刁难老子，老子今天就帮你把它拆了，我看你以后还有什么资格跟老子嚣张！原来我好心收留你们，是在刁难你们。既然你们这么高贵，就把这些年吃我的用我的都折成现金还给我。你想疯了？就这破狗窝，老子还得交房租呗。畜生确实可以不用给钱，但如果你们还觉得自己是个人的话，建议你们遵守人类的规矩。你总裁夫人，我看你们两个就是白眼狼。都给我闭嘴！这是死人吗？给我等杀！不能拆！住手！赶紧离开！你放开！放开！你们还有没有王法了？这合同根本就不是我签的，你们没有资格拆我的房子！在京海，老子姐夫尉迟燕就是王法。这女的要是再来，就把她给老子埋了。给我拆！赶紧，看你给我拆！执行！你没事吧？你受伤了？为了套房子你疯了？这套房子是我爸和我妈留给我的唯一念想，我不能让他们拆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帮你保住这套房子。小白脸儿，你要是再拦着，老子连你一块儿埋。根据燕京集团拆迁合同第27条规定，甲方若在乙方非意愿情况下强行拆迁，乙方有权把合同作废。你不仅强行拆迁，还恶意伤人，我看你是没有蹲够是吧？合同。怎么可能？哎呀姐，你怕他们干什么？我姐夫可是尉迟燕，我跟我姐夫斗，给他们10个胆子他们也不敢。哎，这个不用看了呀。看我敢不敢？好啊！干什么？有京海首富给你们撑腰，你们就敢一手遮天了，是不是？啊？好啊！既然如此，总裁夫人、小舅子就让你们上热搜。别他妈摆了，把手机给我！嘿，给你们3秒钟时间，立刻从我家走，不然我就让你们上热搜。我们走了，走了，这就走了。这尉迟燕什么眼光？缺心眼吧？竟然看上这么个东西。今天谢谢你啊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今天谢谢你啊。对了，
我忘了问你叫什么名字了。薛心妍。啊？还真有人叫这个名字啊？没事吧？没事。我带你进去包扎一下吧。走吧。坐吧。小八嘎，你还知道回来呀？我刚才跟别人吵架的时候，你都不知道帮我。脱衣服呀！脱衣服，快点儿！你放心，我是专业的。等我一下。放心，在陪护这个岗位上，姐可是专业的。那你还挺努力的。不然怎么办？我妈去世了，我爸又失踪了，我要是再不努力的话，怎么养活自己？你之前也是给别人这样上药的吗？当然不是了，我接老人的活比较多，比如推轮椅、晒太阳、陪聊。有些老人啊比较孤单，走的时候我还提供哭丧服务，俗称孝心外包。啊？你说你还提供哭丧服务？你这么激动，不会是也需要吧？怎么会那么巧？那个女人当初也是被花钱请来哭丧的，难道1年前你是不是在西郊灵堂给一个老人哭过丧？1年前给老人哭丧，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接了20个带哭的单子，还不小心搞砸了2单。他不会是来要兴师问罪，找我要赔偿的吧？不行，再贴钱进去，我就要喝西北风了。也怎么可能？我之前都是去东郊灵堂的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我们老实人从来都不撒谎的。你们老实人的手都放这里吗？对不起。对了，你不是说今天跟你老公离婚，他人呢？我老公他……等我一下，暴发户爷爷。喂，孙子媳妇儿啊，我是爷爷呀。哎呀，爷爷这一年呐，这腿脚也不好，也没去看你。我知道你忙，你也没过来看爷爷呀，是不是把爷爷都已经忘了？怎么可能呢？你呀，可是我最重要的人，我怎么可能会忘了你啊？花那么多钱请我哭丧，能不特别吗？他这是害怕她老公误会。救命恩人，连狗都不如。我以前一直派人在关照着你。关照，最近2个月找我孝心外包的特别多啊！谢爷爷，
多亏了你啊，我最近的事业真的是蒸蒸日上了。我让王管家给孙媳妇儿送了几十亿的不动产，他竟然还托人去照顾人家生意了。原来孙媳妇儿忙是因为这样啊，到头来见不到孙媳妇儿还是我自己的错。你做得不错，谢老爷夸奖。对了，孙媳妇儿，明天呢，林峰酒店有一场慈善拍卖会，你呀一定去看看。我让那小子把那海洋之星拍下来，送给你。我的便宜老公也会去，正好明天找他签离婚协议。好的，爷爷。王管家，我怕那小子故意把海洋之星拍下来送给那狐狸精气我，你派人过去，不管别人出多少钱，我出3倍。这海洋之星一定是我孙媳妇的。还有，你告诉那臭小子，他明天要是敢不去，我就绝食啊！是老爷。哼，我还治不了你了。哎你妈！哟，姐姐，姐姐，你怎么就穿这副德行来参加名流拍卖会？哎，还能为什么？把自己当特殊拍卖品了呗！你们2个倒是穿得人模狗样的，但一张口就是一股子人渣味儿。你，哎，这，你敢打我？打你就打你，还要挑日子？你这个贱人！姐，承认公不赖嘛？能让这个小白脸秀出2次3番的技术吗？来人，把他衣服扒光，拴到酒店门口。什么时候学会说人话，再让他滚下来。上！你他妈！你们谁要敢动我？我不要命了！我姐夫是。带走！这！别动我！怎么，你也想过去吗？你们2个给我等着！夏宁熙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也在这儿，好巧。你的伤好点了吗？哦，好了。那就好。我是来参加慈善晚会的，顺便来找我老公离个婚。你老公他也在里面吗？他也不出来接我。你是来找你老公离婚的？你说什么？我刚没听清楚。哎，干什么？跟我换衣服去。你可以放开我了。我们进去吧。好。你知道吗？今晚的压轴拍品，御史总会亲手拍下来送给他的夫人。这是什么神仙爱情呢？什么？今天尉迟燕也会来？如果被他发现我冒认总裁夫人……不过这拍卖会都要开始了，尉迟燕怎么还没有到啊？第一排可是贵宾席，这个贱人怎么能坐在这里？难道
这两个狗男女居然还有脸来参加拍卖会！这，我跟他说了，喜欢的东西随便拍。今天我就让这贱人看看，什么才是真正的云泥之变。对，在被发现前，我一定要有多少捞多少。感谢各位来宾来参加我们本次的慈善拍卖会。本次拍卖会所筹得的全部善款，我们将通过儿童慈善基金会捐往贫困山区，用于建造儿童福利院以及希望小学工程。现在拍卖会正式开始。为大家介绍本次的第一件拍品，是一件来自唐朝的青花瓷。找到他没有？没有。你老公叫什么名字？说不定我认识。有些社会底层的垃圾，自己都还要靠别人捐款度日，竟然还有脸来这拍卖席？说他妈你呢，夏令西，要不要脸啊？姐姐，你1分钱都不捐，就带着这个小白脸儿来拍卖会蹭吃蹭喝，我都替你顶我替我姐燕京集团总裁夫人夏娇娇捐款500万。那个青花瓷，老子要了啊！感谢夏小姐捐款500万。看到了啊？这才叫拍卖吗？你们两个没听这个老子滚蛋啊！下面有请我们本次拍卖会的最后一件拍品——海洋之心，起拍价1200万。蔚蓝制药1300万，永恒电子1400万，2000万。那海什么香，我姐要定了哈。喜欢吗？啊！2000万第一次，2000万第二次，2000万第三次。啊，1个亿，1个亿啊！1个亿！这小孩什么身份啊？他有1个亿？现场还有比1个亿出价更高的吗？好，那让我们感谢我们燕京集团的尉迟燕先生，以1个亿的价格拍得海洋之心。就是他呀！你是尉迟燕？尉迟燕？是谁？姐夫的，你闭嘴！不是我姐夫吗？闭嘴！完了完了，我还当着他的面骂他缺心眼儿。你去哪？现场还有比1个亿出价更高的吗？好，恭喜我们燕京集团的尉迟燕先生，以1个亿的价格拍得海洋之心。燕京集团少夫人夏宁熙3个亿。你是燕京集团少夫人。3个亿第一次。喂，我没有钱。3个亿第二次。不是我。 3个亿第3次。成交。这是老爷子特意吩咐送给尉迟江少夫人的海洋之心。夏宁熙小姐，请您相纳。这个给我的。你是燕京集团少夫人？怎么可能？我慢着！
怎么办事的？这都能搞错？我尉迟家少夫人是夏娇娇小姐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搞错了。误会解释清楚就好了。姐夫，真是我永远不识泰山啊！姐夫，姐夫，夏宁熙，你能不能有点自知之明？在场这么多人，为什么就偏偏认出你是总裁夫人呢？你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深陷。大白天就跟个荡妇似的，非得贴在我颈身上，难怪大家会认错嘛！你眼睛要是真瞎的话，就去领低保，张口就来。真当这宴会厅的监控是摆设？我这他都骑到你头上，你这能忍？我要是你，我他妈战死他！我。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！你难道不知道我跟你姐已经协议离婚了吗？什么？离婚？尉迟彦竟然以为我才是他夫人，看来这次老天都在帮我。阿燕，你回国怎么没有和我说呀？害我和弟弟都没有认出你，闹出了这么多乌龙。我跟你很熟吗？阿燕，你一回国就要跟我离婚，是不是都是因为他？姐姐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能不能不要跟我抢阿燕？从小到大我什么都可以让给你，但是阿燕真的不行。况且你不是已经结婚了吗？你怎么能背着我姐夫来和我抢男人呢？要不要脸的啊？都结婚了还来抢妹妹的这个男朋友？夏娇娇，你语文高考多少分自己心里没数吗？拼音都没有学会，还学人家演绿茶，自己几斤几两自己不清楚啊？去短剧里演贱货都得靠走后门，大白天的要不要点脸？老公，你看他！别再跟我提那两个字，否则1个亿的离婚赔偿想都别想。1个亿离婚赔偿？怎么会那么巧？那个男人也答应给我1个亿。你们2个的离婚赔偿也是1个亿？尉迟彦，你领证那天是不是？你领证那天是不是？别说了，你说这么多，不就是因为嫉妒阿燕给了我1个亿吗？只要你愿意离开他，阿燕送给我的别墅、豪车、名牌包包，我都可以送给你。只要你把他哄离，我什么都不要。我什么时候送他豪车别墅？尉迟彦还贴心的送了他别墅豪车，看来是我误会了。那个骗婚男只答应给我钱，同样是离婚协议，尉迟彦可比那个骗婚男贴心多了。姐，那些本来就是姐夫给你的，包括这根项链，都是你的。这贱人有什么资格来拿呀？啊！不问自取，那就是抢。这条项链价值3个亿。据我所知，抢劫罪最高可以判死刑。要不，你来试试？我这还你就是。还有你，如果那些东西不想要的话，我可以让王管家取走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，姐夫？少夫人，哎呀，喂，哎，老爷，不好了，拍卖会少爷把少夫人气跑了。夏宁熙，这条海洋之星送给你。给我？算了吧，这东西这么贵重，无功不受禄的，你还是自己留着吧。没关系。都这个点了，我老公怎么还没来啊？你老公？
小兔崽子，你好好想一想，一走就是1年，夏夏一个人在家里边受苦受累的。我本以为你回来了，夏夏有了依靠，一可倒好，带着小狐狸精去拍卖会，置他于何地？爷爷，就算是你生气，我也要说，早知道他是这种人，我是根本不可能结婚的。好，我是病了，可我不是老年痴呆。我孙子媳妇甩小三儿，好几百条街。你想扶小三儿上位，想得美！你下辈子吧。现在立刻马上把我孙子媳妇儿进来老宅。他人呢？他说要赶在晚高峰前挤上地铁。我像是没有车的人。尉迟燕，你一晚上多少钱？喂，我卖艺不卖身的。我的意思是，你平时孝心外包怎么收费？我想让你今晚帮我一个忙，去玉龙湾见我爷爷。我还以为你是那个意思呢。我其实就是想去说服我爷爷，让我和夏娇娇离婚而已。就咱俩这关系，我就收你一天500块钱。总裁，不好意思，刚有只猫。从我认识你，你好像就很缺钱，但是你又不是乱花钱的女孩，能告诉我为什么吗？我爸失踪了10年，这些年我一直在花钱请私家侦探找他。你一定能找到他。500万。喂，孙子媳妇儿啊，刚才这拍卖会呀，是我孙子不对，我呢马上让他亲自接你来玉龙湾，当面呢给你赔礼道歉。他也在玉龙湾。我老公他要亲自来接我？不用了，我自己过去就行。又在联系她老公，50万。好的，爷爷，我会去看你的。还就那么亲密？5万。支付宝到账5万元。5万块钱，谢老板。今天晚上一定会好好表现的。田野老公，今晚就要见面了。我来了。今晚玉龙湾见，刚好忙完这个，还能顺便把婚给离了。笑这么开心，她老公真有这么好？这是什么？这个是我的结婚证，谢谢啊。又不是结婚证，没想到敢给看，早就带着他。他竟然和我同一天结婚，如果当时和我结婚的是他，会不会想什么呢？错已造成，这次回家就和爷爷说清楚。
妈，要是尉迟业真的带那个贱人见了爷爷，我们就完了。别担心，妈给你安排好了，今儿晚你就准备生米煮成熟饭了。他们难道不知道别墅区到处都是监控吗？哼，这个小妖精，下午抢了我孙子媳妇儿的海洋之星，这晚上还想跟我孙子生米煮成熟饭，真是狗胆包天。哎，我索性来个顺水推舟。就是这个主意。哎呀，老爷子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我先带你去换身衣服啊。好。老爷，夏小姐和少爷快回来了。好啊，我孙媳妇儿回来了。这么急着让我离开，肯定是为了支开我，好给我孙子下料。这慢死，费劲。快点啊！哦。阿姨，之前的事情都是我不对，我以后再也不胡闹了，好不好？姐姐，这个是你，我这么好心，姐姐是不肯原谅我吗？好了，爷爷呢？爷爷在2楼等着呢，我带你们去见他吧。妈，你帮我看着点，别让他坏我的好事儿。快，把我孙子媳妇儿送那房间去。是。记得把这俩东西丢出去。好的。哼，这家没我，早晚得散。曾孙子，太爷爷终于等到你了。尉迟宴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夏宁熙，你中药了？
我诚信经营，超出服务范围内的事儿，我可不干。姐，你重要了，你要干嘛？快走！锁了。喂，雨琦，你放开我，清醒一点。走。怎么样，好受点了吗？有点冰啊，你忍着点。不过这受凉总比下面不能用好。夏宁熙，你要干什么你？住手！我就知道那臭小子不行，还得靠我孙子媳妇儿，女中豪杰。你没事吧？吃什么药？晕倒了。你忍忍啊。我失声了，是你！我都被你绑成这样了，你教我怎么脱？我绑的。不然呢？解啊！我帮你解开。孙子，你起来没有啊？别饿坏了我的孙媳妇儿啊！爷爷。孙媳妇儿，人呢？哎，爹，我问你，把我孙子媳妇儿藏哪儿了？爹，您的意思是，昨天晚上睡在我屋里的，是您孙媳妇儿？幸好我跑得快，不然被他爷爷看到我们俩睡在同一张床上，那我真的是跳进黄河也洗不净了。不过他爷爷的声音怎么那么耳熟啊？你自己随地大小躺的，想碰瓷儿，下辈子吧。你这个贱人，竟然真的跟雨琦睡了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啊！妈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还不是那个死丫头害的。玉石，夏夏不是我孙子媳妇儿，难道是那个尖嘴猴腮的夏娇娇？我明白了，原来这结婚证是用来骗我老头子的。我告诉你，只要我活着，
这狐狸精一家就别想进这个门儿。原来她才是我老婆。哼，老头子我只认夏宁熙，是我孙媳妇儿。她想小三上位，我告诉你，下辈子。什么？夏宁熙才是总裁夫人？完了，错人了。哎，臭小子，哪儿去你啊？有这么难以接受吗？这人都给气走了，你这……老爷，我有罪。我的玉石呢？我的玉石印章怎么不见了？夏宁熙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那单我不打算接。夏宁熙，其实我就是。夏宁熙，其实我就是。我老公也在玉龙湾，我们还没离婚呢。那你觉得你老公他人怎么样？结婚1年对我不闻不问的，协议离婚还3番5次的放我鸽子，不想赔钱，这种男人不行。离婚？我的钱！你要是再敢放我鸽子，我就在网上曝光你。居然敢挂我电话，气死我了！哎，这个点儿，你老公应该在上班吧？这里可是别墅区，不好打车，要不我先送你回去。哎呀，不行，我来都来了。哎，你可想好了，从这里到你家至少要200块。那你车在哪儿？我跟你一块走。夏宁熙，你在干什么？好你个小贱蹄子，不碰男人你会死啊！好你个贱蹄子，不碰男人你会死啊！早就知道你是个不安分的野男人的吻痕还没消下去，光天化日之下就敢勾引我女婿啊！我怎么不记得我的老婆有你这样的吗？阿燕，我妈她只是担心爷爷身体不好，才一直没有透露身份，本本分分的在爷爷身边服侍。你不能因为她是女佣就看不起她吧？是吗？她真的只是担心爷爷的身体，而不是为了帮助某些心怀不轨的人打掩护才做的女佣。阿燕，你胡说什么呀？我妈她才不是。总裁，给我查，还有我那个不学无术的小舅子，看看他们这些年狗仗人势到底敛了多少不义之财，还有那些不属于他们的不动产，24小时之内如数归还，否则让他们牢底坐穿。是。阿燕，是不是姐姐给你灌了什么迷魂药？我等了你1年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你再多说半句废话，就不是坐牢这么简单了。尉迟燕的结婚证，难道他已经……还不滚！从小到大，他们都是这样欺负我的，没有人帮我，只有你帮我。谢谢你啊，尉迟燕。不过，她不是你老婆吗？你这样对她，会不会对燕京集团有影响啊？她不是我老婆。啊？她不是？那谁是你老婆啊？我惹她生气了，等我哄好了，再告诉你。你跟你老婆之间的事儿，
也不用告诉我吧。其实，什么？有我爸的消息了？啊？还不太确定啊。不过你放心，钱我一定会按时打给你的。求你一定要再仔细找找我爸。别担心，他不会有事的。对了，你可以把你知道的告诉我，说不定我能帮上什么忙。我爸10年前就失踪了，这些年我为了找他花了很大的精力，每个月都会给私家侦探转钱，可是到现在还是没找到他。你说我爸他会不会？他一定不会有事的。都怪那个小贱蹄子，勾引尉迟燕，害我们变成穷光蛋，还无家可归。妈，到时候你一定要帮我好好收拾他。姑父，那个小贱人的爹，他失踪10年了，突然回来了，还穿得人模狗样的，不会是……请问你们在小区里边见过这个女孩子吗？你竟然不认识我们了？哦，是这样，我10年前遭人陷害，失去了记忆。当我从医院醒来的时候，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不过前段时间，我陆陆续续的，我记起来，我还有一个女儿。这张照片是我翻出来的唯一的一张照片。没想到他现在居然成海城首富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这就是你的女儿夏娇娇啊！爸，这是我们夏家的专属印章，她一定就是我的女儿。娇娇，我的乖女儿，爸爸终于找到你了。这么多年都是爸爸没用，放心吧，爸爸一定会给你弥补回来。从今往后，我会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，我的乖女儿。爸。喂，兼职的，你没吃饱饭啊，才这么慢！你要是敢耽误我们做生意，你工资别想要。马上就好。天天这样拼死拼活的赚钱，什么时候才是个头？躲得了一时，躲不过一世。是男人就赶紧滚过来跟我离婚！你怎么在这儿？他现在肯定还在气头上。这商场是燕京集团旗下的，我只是刚好路过而已。对了，你没有受伤吧？没有，谢谢啊。夏宁熙，你以后可以不用这么拼，你都已经结婚了，这一切完全可以让你老公。让我老公养我吗？以他那个脾气啊，给我收尸还差不多。或许你并不了解他呢，也可能是他根本不懂得如何表达，说不定他的内心很渴望照顾你，只是他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。我怎么感觉你好像认识我老公？
我怎么感觉你好像认识我老公？真的？毕竟我们都是男人嘛。我猜他一直不敢来见你，就是怕你生气。确实，我最近在电话里对他态度一直都很不好，是应该找个时间见面好好聊一下的。怎么会这么巧？难道……喂，什么？我们在海城的项目被夏氏集团叫停？我们跟夏氏集团井水不犯河水？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他是我老公。不过，能当尉迟燕的老婆，一定很幸福吧？发了工资，一定要好好犒劳一下自己。哎，我家可不卖地摊货，像你这样的平民，买衣服就去那天桥底下，弄脏了我的衣服，把你卖了都赔不起。拿上钱，赶紧给我滚！大姐，你们家这店招聘广告上写着营业员工资才3500，你张口闭口的就天桥，怎么你家平时住天桥底下？你们店就这种档次，连乞丐都敢招进来，还要不要营业？听到没？你这个贱民，还不给我滚出去！服务员，我这外甥女平时私生活可不检点，身上还带着脏病，你就这么让她滚了，是不是有点太便宜她了？这几件衣服都是你刚刚碰过的，一共650万，你付完了再给我走。这么贵？就这衣服650块我都不会买的。姐姐，你平时最喜欢伺候男人了，你该不会拿不出钱？夏娇娇，你是劳保吗？这么熟悉业务啊？你个小贱蹄子，知不知道娇娇现在是什么身份？竟然敢这么污蔑她，我看你就是找死！他是什么身份？不就是个冒牌货吗？我看你得意洋洋的样子，不会是刚碰瓷完尉迟燕的夫人，又找到新目标了吧？你给我闭嘴！我现在可是首富千金，看到没有？这是我爸给我的黑卡，最高消费1000万。舅舅给你的1000万，这怎么可能？我记得他当年偷东西被人给打死了，不是他给你的，是哪个爹给你的呀？你浑身上下就这张嘴最贱。这1000万不过是我1个月零花钱，不过只要我愿意，我还可以把它用在你身上。你想干什么？你们几个把他给我抓起来！还有你，去拿一瓶消毒液。我要让这个贱人下半辈子成为一个哑巴，再也不能在我面前狗吠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要是帮着他把我毒哑了，你们就是共犯，可是要坐牢的。处理掉他，这1000万就是你的。放开我！等你变成了哑巴，看你还怎么跟我抢爸爸！喂，敢惹夏小姐，这就是你的报应。有喝，有喝，有喝。住手！住手！
你没事吧？你们两个还真是死性不改。阿燕，都是姐姐，她弄脏了衣服，拒不付款还乱骂人。服务员只是想给她一个教训，小惩大戒。哼，你管这个叫小惩大戒？杯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？是消毒水。把桌子上那桶给他们分了，请他们喝完。这可是消毒水，喝了会死人的。哦，会死人的？那看来还是便宜你。给他们备好医生，让他们每喝一杯就拉去洗胃，直到喝完为止。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可是夏氏集团的千金。夏氏集团？没错，娇娇就是夏氏集团继承人，更是大夏首富千金。不可能，我舅舅他明明……玉实验，你在海城的度假村项目应该已经接到停工通知了吧？我爸呢，他疼我，他知道我对你。要是那个项目进行不下去，燕京集团至少要亏损200亿。你觉得董事会会放你？你想说什么呢？和你老婆离婚，然后娶我。别做梦，这辈子我不可能和我老婆离婚。尉迟燕和他老婆感情竟然这么好，尉迟燕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废话这么多，我看你一定是渴吧。吃什么？你就是太善良，所以这种人才一直欺负你。既然这样，那就把消毒液换成水，水喝不死人，那就别给我停下。是。我自己喝。尉迟燕，你说一个人会死而复生吗？我明明记得夏娇娇她爸几年前就死了，那他怎么可能会成为夏氏集团的千金呢？死了。李特助，去给我查清楚这个夏娇娇和夏氏集团的关系。是。你说，如果他真的是首富千金的话，你为了我得罪他，那你海城度假村的项目可就真的黄了，那可是200亿哎。200亿没了，可以赚回来。但如果老婆被欺负跑的话，那可就真的没有了。你老婆也挨欺负了？你既然这么爱你老婆，为什么还要跟她离婚啊？不离了，只要我老婆愿意原谅我，这辈子我都不会和她离婚。那你呢？如果你的老公知道自己错了，愿意用一生来爱你，你能不和他离婚？我跟他结婚是为了拿到离婚赔偿，好早日找到我爸。我跟他没有感情的，他不可能爱上我，我也不可能跟他厮守一生，因为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可是他很爱他的老婆，我绝对不可以打扰他们。夏宁熙，其实我……总裁，
夏娇娇就是夏氏集团董事长任回的女儿。你说什么？我舅舅他没死，还成了海城首富，这也太离谱了。总裁，还有一件事，你上次让我查少夫人的父亲，我查到了，他叫夏建国。但奇怪的是，今天晚上认女儿这个海城首富也叫夏建国。看来今晚这个认亲宴是非去不可。你让我跟你一起去林峰酒店？难道你不好奇你的舅舅到底是死是活？而且需要你亲自过去确认一个人。谁啊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娇娇，娇娇，你没事吧？啊，爸，你可算来了！你要是再不来，我都会被那个贱人欺负死了！谁呀？谁敢欺负我的宝贝女儿啊？啊，跟爸爸说！就是一个见不得我好的小三儿，从小到大总是欺负我，还跟我抢尉迟宴。爸，你答应过我，他是我的，你不能把他让给别人。女儿啊，我已经查过了，静海的首富他已经结婚了。女儿，你没必要再去找一个二婚的男人吧？啊？不，我就要他！好好好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爸爸什么都满足你，满足你，好吧？夏云熙，我就是要抢走你的一切，你爸和你的老公都该是我夏娇娇的。怎么感觉你这么紧张啊？能不紧张吗？老婆闹离婚，老丈人要是真在，也会嫌弃总裁的。这样下去，总裁可就要打一辈子光棍了。你在那儿嘀咕什么呢？是尉迟宴先生吗？夏董恭候多时。夏董，刚好你跟我一起过去。我就不去了吧。夏董私下见你，肯定是想见见自己未来的女婿，我凑什么热闹？那这样，你在宴会厅等，不许了。手机给我。干什么？如果遇到危险，连安5次这个案件，我会通过卫星找到你。知道了。贱人怎么可能会出现在酒店？如果他们父女相认，会说可得的一切可都彻底没了。我怎么感觉有人在叫我？爸，你肯定是听错了，我们快进去吧，别让阿燕等着急了。既然你自己送上门来，那就别怪我客气。想不到你在暗网上还挺值钱，刚才有个老板要出500万买你做他的小老婆。姐，你再摆几个骚点的姿势，我看看有没有出价更高的。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你怎么变成这样？
不都是你害的？让玉石爷收走了我几所谓的资产，害得老子不是赌债，差点被你们讨债打死。姐，那你说我是不是只能从你身上一点一点拿回来？都错了吧？我看看是不是你欠我？儿子，随便找个买家，赚个500-600万就够了。一计一死时，立刻把这个贱人卖出京海，千万别坏了他的后事。你们跟夏家狼狈为奸，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你爸回来了。哦，对了，现在你交交姐的吧，到时候认亲验上，你爸会拿出20%的股份，通通都交给我姐，而你就等着被我卖到国外自生自灭吧。您就是夏建国，夏董事长？没错，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我已经调查过了，你和你的妻子1年以来一直处于分居状态，更谈不上什么感情了吧？和他离婚，娶我的女儿，这份价值100亿的合同，就是我满满的诚意。夏董事长的心意，自然很难让人拒绝。但是，您确定您眼前的是您亲生女儿吗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因为走了。姐，刚才有个缅国的买家要买你啊，我就喜欢那种细皮嫩肉，那我就只能帮他们一眼养活了。岳迟言，他们要把我卖到国外去，还有我爸他……别怕，有我在。我可记得暗网上面说过，男人也在商品里。你干什么？用他的账号给他卖个好价钱。是。不要啊！我那都是一群嗜血狂徒，我要是被卖到国外，我死定了我。那你就给我去死！那也是一条人命啊！宁熙，求求你弟弟吧！你们想把我卖到扁国的时候，怎么不想一想，我也是一条人命啊！带走。你没有受伤吧？走，快确认经验。各位，感谢大家来参加我的认亲宴。我本是夏氏家族的继承人，就在我准备继承家业之时，却遭奸人所害，让我失去了记忆，和我的宝贝女儿失散了10年。感谢上天对我的眷顾，10年之后，我再次和我的女儿相逢在一起。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，我宣布，将我名下20%的夏氏股份赠予我的宝贝女儿夏娇娇。天哪，20%，那可是2000多个亿呀！爸爸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待。相信你。夏娇娇，夏娇娇，不是他的女儿。
老华到底是怎么看的他？像啊，这个女孩的眼睛和我过世的妻子简直是太像。你胡说什么？我就是我爸的女儿。爸，她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我舅妈的女儿。从小到大，她总是嫉妒我。她知道今天我要跟你父女相认，所以非要过来插上一脚。一派胡言！这些年休战雀巢，拿我当奴隶一样使唤的，明明是你。爸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等了你10年，我还以为你……爸，你千万不要被他给骗了，白天就是他找人欺负我，要不是你及时出现将我送去医院，说不定现在我都已经进 ICU 了。就是你欺负的娇娇，小小的年纪怎么不学好？你难道说自己没有爸爸吗？非要抢别人的爸爸？爸，你不认识我了？别喊我爸，没有你这样蛇蝎心肠的女儿。哼！不是这样的，明明是他。爸，今天是我的认亲宴，我不想看见这种。来人，把这个骗子给我轰出去！住手！住手！夏董，您是如何笃定她就是你的女儿？凭我夏家的玉石项链，它是我夏氏继承人的象征，见玉石如见人。夏娇娇就是我夏家的后代。这条项链明明是我的，我从小一直都戴着的，怎么在你身上？哎，爸，你看他什么都要和我抢，抢玉池宴，抢我爸爸，现在连你送给我的玉石项链他都不放过。这里适可而止，不要碰我的女儿。爸，你忘了对吗？这条项链是我9岁生日那年你送给我的，你还说过，等我到20岁生日的时候，你要告诉我一个秘密。可是我还没上高中的时候，你就失踪了，我妈也去世了，你又失踪了。你知道我这10年是怎么过的吗？我每天都在祈求老天爷，让您回到我身边。可是现在您在我面前，却不认得我了，还要提这个人。爸，他最会装可怜博取同情了。爸，你千万不要相信他呀。好，既然你说这条项链是你的，那你就来说说这条印章项链下面刻的古文字是什么？我当然知道，这上面刻着的是夏氏荣光。乖女儿，你知道这枚玉石印章的含义吗？我不知道。那爸爸告诉你，这上面刻的是古老的文字，意思是夏氏荣光。记住，夏荣光是你爷爷的名字。这枚玉石印章可是咱们夏家的信物。原来是这样啊。这个夏氏荣光啊，还有另外一层含义。商议有道，行事有方，方可保长久荣光。记住了吗？真是爸爸的乖女儿。一定要记住。我当然知道，这上面刻着的是夏氏荣光。那你知道它的含义是什么吗？因为我爷爷叫夏荣光，所以这玉石项链也是我夏家的象征。还有了，还有什么？
夏氏荣光的第2层含义是：商议有道，行事有方，方可保长久荣光。你是怎么知道？除了我的女儿以外，我不会告诉第2个人。难道你真的是？爸，我是宁熙啊，我就是您的女儿。爸，夏宁熙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我把你当成我的亲姐妹，从小到大，我什么都和你分享，就连这玉石印章的含义，我也可以毫无保留地告诉你。可你怎么能拿它来和我抢爸爸呢？爸，不是这样的。爸，我只是一时紧张，还没有说出来，你就不想要我了吗？如果你不想认我，你可以直接和我说，用不着联合这种骗子来羞辱我。娇娇，爸爸不是这个意思，爸爸知道错了。你放心啊，爸爸答应你，除了股份以外，爸爸还会让你做夏氏的总经理。放心吧，爸爸就你的一个宝贝女儿，将来整个夏氏集团都是宝贝女儿的。项链可以戴在别人的脖子上，但是 DNA 这个东西是永远都改变不了的。爸，既然你现在已经是夏氏集团的董事长，在转让股份之前，你应该严谨一些，跟他做一个 DNA 检验。放心好了，我找到女儿之后，我第一时间就到了医院，做了一份 DNA 检测。稍等。爸，你不是已经确定我就是你的亲生女儿了吗？怎么还做了 DNA 啊？我自然知道你是我的宝贝女儿，但是有些人总是居心叵测，破坏我们父女的感情。有了这份 DNA 报告，我看谁还敢胡说八道。夏娇娇，你的狐狸尾巴藏不住了。看清楚，夏娇娇才是我的宝贝女儿。现在你总无话可说了吧？不可能！来人，把这个无耻的骗子给我押送警局！住手！弄虚作假的事情，这个女人做的还少呢。晚辈倒是有个建议，可以辨明到底谁才是冒犯。那你说，把人带上来。夏娇娇，你看清楚了，如果他是你爸，那他呢？你不会为了冒认少妇千金的女儿，连自己的亲生母亲都不认了吧？怎么可能？她明明是娇娇的舅妈，怎么又会成了她的亲娘呢？要想让你儿子活命，老实交代。耀华可是我夏家的独苗，他不能有事儿。我说，我什么都说。她是吴芳的亲女儿，是个冒牌货。夏念熙，她才是夏建国的女儿啊！你怎么能陷害我？娇娇，你就认命吧。等你弟弟出来，我们一家3口平平安安过一辈子。我没有，她根本就不是我妈，她肯定是想让她的女儿过上好日子，才一起演这出戏的。阿爸，你相信我呀，爸。假的终究是假的。之前你冒认尉迟燕的夫人，现在又冒认是我爸的亲生女儿。你都这么大岁数了，就不能靠自己的双手去生活吗？非要抢别人的东西？吴芳和夏娇娇才是亲生母，而夏宁熙才是你的女儿。街坊邻居们都可以作证。至于她，夏总，我错了，是夏娇娇给了我10万块钱，让我在家骗你的，我再也不敢了，夏总。竟敢合起伙来骗我！来，把我抓进警局！
马上，小东。慢着，夏氏是我的，夏宁熙的一切也都是我的。既然你们不让我好过，那你就都去死！等你们死了，夏氏集团一样是我的。你想干什么你？尉迟燕，这可是燕京旗下的酒店，我可以给你一次活命的机会，只要你选择我，我就让你跟我一起离开，否则你就和他们一起陪葬。说到底，我还应该感谢你，要不是这1年多来，你将我错认成尉迟家的少夫人，我还真就找不到这酒店的治控秘药。今天晚上，你们一个都跑不了。放他们走，我可以让警察对你从轻发落。我为什么要从轻发落？我可是夏氏集团的继承人，只要你们死，我照样可以用钱解决一切。夏娇娇，你疯了！这里几十个无辜的人命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我爸。我根本不稀罕什么夏氏集团千金的位置，你喜欢你拿去好了，快点把他们都放了。你别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从小到大我到底哪里不如你？凭什么你能嫁给京海首富，而我就被当成冒牌货，被一次次的羞辱？好不容易等到你变成了孤儿，你妈死了，你爸跑了，可凭什么你爸一回来变成了海城首富？凭什么你夏宁熙的命就这么好？嫁给海城首富，这毒气会让你们一个个都窒息而亡，你们就下地狱去吧！你们就下地狱去吧！夏宁熙，坚持住，我一定能带你出去。刚才夏娇娇她说你是我，对，我就是你老公。对不起，这件事我骗了你。在临死之前知道这件事儿也挺好的，你答应我的1个亿，我死之前你要烧给我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可能让你死？李特主，密码破译出来没有？密码破解不开，现在只有密钥才能打开大门。密钥在他手上。说吧，到底要怎么样，你才肯放过我？要你娶我。好，我答应。跟这种人对什么话？直接抢啊！奴才，门开了，快带他们走！快走！你快点！所有人都可以活，但是你必须死！爸爸现在什么都想起来了。当年爸爸隐藏自己生的，和你妈在一起，就是想等你结婚的时候把你接回夏家。可是当时受到奸人陷害，爸爸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爸爸知道这么多年也没照顾好你，是爸爸的责任。没有做到爸爸应尽的意，爸爸对不起你。爸，我没有吃苦，我知道，只要我不放弃，我肯定会找到你的。爸，你不许有事，我还有好多话没跟你说呢，爸，我已经结婚了，爸。
心，你结婚了。太好了，爸爸终于可以放心了。来人，把他给我关到精神病医院，进行电击治疗，等他彻底不疯了，再给我送到警局，让他牢底坐穿。你们别动我，我可是海上首富千金，我也是你的妻子，你们别动我，别动我！闭嘴吧你！还有你，助纣为虐，在玉石家当保姆的时候也没少贪东西，现在就把你送进监狱待个1、2年，再把你女儿送进来，让你们一家人一起团聚。带走！不要啊！不要！我不是精神病院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醒了，小心。少夫人，您总算醒了。总裁为了照顾你，3天3夜都没睡了。我睡了3天3夜。我爹呢？哎，别急。我老丈人正和爷爷在楼下下棋。谁是你丈人啊？不要脸！要脸干什么？我只要我老婆。对不起，你没有老婆。明天是工作日，我们民政局见。对了，记得带上结婚证，还有支票。好棋呀！爸，你这才刚好，应该好好休息啊。哎呀，小七呀，爸爸的身体没事儿。灵溪，顺便爸爸要告诉你，在你昏迷的这几天，爸爸也没闲着，已经把你的聘礼都给你谈好了。除了燕京集团老头名下的所有的股份，另外这些庄园和别墅，爸爸算了一算，最少也要值个几百个亿。如果你要是再不满意，那爸爸决定了，就给你换个老公。哎，不用换，不用换，实在不够的话，我孙子倒贴入赘你们夏家。老婆，我的全部资产都在这张卡里了，以后每月几百亿工资，有一分不留，全部交给你。如果你不要我的话，那我可就真的一无所有了。工资卡就工资卡，还非要说几百亿，我像是那么爱钱的人吗？那老婆的意思是原谅我了？看你表现吧。答应了不许反悔。拿人手短，我这次再帮你孙子一把。来，继续。灵溪，以后爸爸再也不会缺席你的人生了。各位，从今天起，我夏建国的女儿夏宁熙将出任夏氏集团的 CEO。除了公司以外，夏氏的全部资产将由夏宁熙继承。谢谢。爸，我一定会好好守护的。爸爸相信你。夏宁熙，和你相遇
是我的命中注定。之前和你错过了1年，我会用往后余生，伴你每个清晨与黄昏。嫁给我，好吗？好吧。